从满是高楼大厦的乌鲁木齐出发没多久，就到了5A 景区天山天池的脚下。卖吃的，卖小商品，一些民俗表演。千万别来吃的就是大冤种。你上了，我没上，两个人抢，然后就吵。这就是新疆。这饭馆名字有点意思，主菜上的很快。9碗3汉子，据说是样子货，除了鸡块都是淀粉的，纯淀粉肠，一点肉没有。千万别来这家，吃的就是大冤种。大门外边景色还不错，据说这里是全新疆旅游游客最多的地方，要源源不断的进人，然后挺混乱的，而且又是要进去之后继续坐景交车，然后倒来倒去的。今天天山天池的温度有36度，所以非常热，太阳很强，天上一片云都没有。天池景区不仅风景优美，而且还有西王母娘娘的传说。在进大门之前，我们又要走迷宫。我们过了安检，马上就要进大门了。刷身份证进门后，我们一直在这儿走 S 型的弯，号称是驴拉磨形式，这比北京南站上地铁走的弯还多。看着曲折的队伍，我们刚才就在其中。车关树林10分钟后，强制下车游览的哈萨克民族文化村就要到了。一下车就看到山上写着“民族情天山园”。这个民族风景园是哈萨克族的，政府作为助农，然后来安排，大概转一圈，这是要求必须要在这里走的。门口可以看到哈萨克族的图腾，这边都是一些哈萨克族的小店，自由行的人可以在这儿吃个中午饭。空气中弥漫着烤包子、羊肉的香味。村里的哈萨克民族文化内容还是挺丰富的。可以先去我们的毡房里面欣赏一下。还有每个景区都有的穿民族服装照相，这村里的行头是我们这一路看到最多的。我们在这个民俗村里边转了一圈，确实挺无聊的，都是一个路子，卖吃的，卖小商品，一些民俗表演、合影，然后溜了一圈，很快的速度我们就出来了。在车上睡了半小时。我们下了第2站的车，现在在天山的山顶上，据说还要走一段栈道才能看到天池。不过山顶这明显比山下凉快了很多，因为这里除了有风之外，本身的温度也低了一些。虽然是缓坡步道，看起来没有那么累，但实际上走了才100米，我们就已经开始呼哧带喘，说明平时还是缺乏锻炼。这是高山的威力你迟早都会感觉得到的。经历了辛苦的爬坡之旅，我们来到了天山天池。导游一直在跟我们说，天池比较小，不要失望，然后给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但是没想到，真的还是很美的。虽然它可能是相对于喀纳斯湖啊，然后还有什么来着？那天咱们去赛里木湖，它非常小，但是风景真的是太美了，四周都是高山，远处是雪山，然后中间平静的湖面，映衬着天上的白云。对，用手机照一张照片就能照下它的从左到右，就这。网络推荐我们来的，就这，真的太美了。天池的石碑，这是一个著名的打卡点。据说这个石头修的是天池的池水的那个范围外圈的那个形状，然后说也管这玩意儿叫吵架石。你上了，我没上，两个人抢这个拍照位置，然后就吵。至于吗？在天池东北侧远方的是西王母祖庙，这座始建于元朝的道教名观，也被称作娘娘庙。最近一次重建是在1999年，据说在那儿请一炷香就要800多，忒贵。刚才听我们的导游介绍说，天池这个地方一共有3个池子，
中间最大的这个天池是王母娘娘洗澡用的洗澡盆。我们坐车上来的半山腰那儿有一个小一点的池子，叫西小天池，那个是王母娘娘的洗脚盆。在东岸那边山坡上还有一个小池子，叫东小天池，那个是王母娘娘的洗脸盆。王母娘娘占地面积够大的，所以天池是她的私人浴室。西王母的传说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在不断的演化，从最初《山海经》里豹尾虎齿善笑的类人形象，到了后世逐渐演变为人形姿态的神灵，它的名称也有20-30个之多，比如九光玄女、紫薇、无灵、金母、尊神等等。我们顺着栈道又爬了上来，然后现在来到了天池的右手边那边走，然后现在这边明显游客少了很多，我们还是可以听到下面游客聚集区那嗡嗡嗡嗡嗡嗡的人声，嘈杂的声音。对，但这边很安静。其实在这个位置看天池的景色一点也不差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全都聚在那边拍照，因为那边有带天池2个字的石头吧，也许。我观察了一下天池这一圈，似乎都有木栈道连接，可以一直绕着湖走一大圈，就是这样走一大圈，都有木栈道可以走。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体能，你可以步行绕着天池走一圈。如果家住在这附近的话，每天上来走一圈，当锻炼。有蜜蜂。新疆高海拔地区特有的树种之一雪岭云杉，这棵雪岭云杉特别粗，而且非常高，特别高。以杉树来说，应该是能有100年以上了。多温暖的阳光啊，好热呀！不过今儿真好啊。其实天山天池能看的环境也就这么大，其他的就需要更长的时间。如果你短时间的话，也就是围着天池的这是西岸还是东岸？右手岸吧。反正就是沿着这边的岸边，大概走一小圈，再远了也去不了了，没有时间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沿着这个步栈道慢慢的往下走。哦，对，你在上面可以看到一些中巴，继续往山上走。在底下看到这个中巴上面写的是索道的专车，可能是再往山上走还有索道可以坐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了。在下山的时候，我们准备沿着这边的森林步道下去，因为这边有很多的树，然后就比较凉快。虽然说这个森林步道有楼梯上下，可能稍微累一点，森林步道也比较安静。请忽略那边的施工队伍。时间还很富裕，我们比预计的时间早了一点返回。可以慢悠悠的在这里走一走，很凉爽。而且因为在森林里边也不是太晒，大人办公嘛。没有人休息，办啥工？如果他是个程序员。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石头，就是大块的石头。这边的石头都是红色，因为含铁量、矿物质比较多。然后都是雪岭云杉，都是这种杉树。这种杉树据说是喜阴不喜阳。在林间漫步真是惬意。刚才在天池边上的暑热很快就消了不少。天山天池是整个北疆游里边游客最多的，感觉有点乱。下山的车依然漫长，我们这一路很难见到像这样布满绿色的天山。不过再漂亮的景色看多了也容易困。6月的新疆就已经热到爆炸了，这会儿大概是下午6点，相当于北京时间或者相当于北京天气的下午4点啊，暴晒，你看他的脸色都已经不好了。我的脸现在只要一被太阳晒到，就会觉得发胀，火辣辣的。幸运的是，我们的晚饭不会在中午那难吃的饭馆吃。鸡蛋羹、花卷焖鸡块。这个他们称为阿布拉的圆白菜炒馕，馕是炸过的，上面还有芝麻，馕本身就有芝麻。这是我们在天池旁边的酒店，很大，希望房间也很大。而且这里办理入住的时候不用拍照，所以我们很快就拿到了。酒店离天山的景区非常的近，也就是大概2分钟就到了。
我们的客房可亮堂了，卫生间只是没有浴缸，不过我们也不爱用。5星级客房该有的都有。天色还早，发个朋友圈。出去溜达溜达。这家叫武江的温泉酒店面积很大，温泉、餐饮、水上乐园，可以体验的项目很多，号称堪比广州长隆。我们住的这个是天山天池旁边的温泉酒店，我身后的这个就是温泉的入口，我应该从那边绕才能进得去温泉。当然，我出来是为了拍星空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星星，一会儿我要尝试去拍一下。馆需要提前1天预约。干事的展览厅人是最多的。这就是他们的墓碑。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别错过我们精彩的新疆之行。